相亲现场总是这么狗血的吗？27岁的姑娘跟30岁的小伙相亲刚刚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然后这个姑娘呢就灵机一动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真是一模一样的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要不然就说说条件，说说要求吧。要不你先来吧。于是呢，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也不太喜欢开车，上班呢坐地铁挺方便的，工资大概20万就这些吧。然后自己呢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性格好一点的，能一起同甘共苦的，能过日子的。女生听到这儿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她说不是吧，媒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是个富二代，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实话实说不行吗？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于是男士说那抱歉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有500平，上班因为太远了，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方便嘛。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不太方便那么张扬，而且租房子离单位特别的近没有必要开车，地铁2站就到了，也很方便的。收入方面的话呢，工资就是这么多，家里的公司呢也有个职务，所以一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她的脸色才正常了。于是她就说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学历呢是硕士，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我的条件呢就这样我的要求呢跟你说一下吧。第一呢，我结婚的对象呢必须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房产，婚前呢其中1套要加上我的名字，另外1套呢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也可以过来生活，可以来住一住的。第二呢，我们老家那边呢彩礼是50万，婚礼呢是男方来操办。第三呢，婚后你的工资卡得交给我来管，家里的资产呢我也要参与支配。第四呢，我不太擅长家务，最好婚后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第五呢，他还没说到这一条男生就开始打断他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我都能办得到，但是我有点犹豫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什么问题你说吧。男士说，请问你的这张脸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一句你若优秀蝴蝶自来这样的一个毒鸡汤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当你真的变得优秀了，那个优秀的人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被你的优秀吸引吗？现实却是不一定的从大的范围来说，一个男生如果变得很优秀，那么哪怕他是40岁了在婚恋市场他也是个香饽饽呀。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趋之若鹜因为男生的择偶价值就是创造财富的价值所以他越有钱越有能力，那他就越有优势他就越好找。而如果一个女人你也很能挣钱，工作上也很优秀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女生的择偶优势是你的生育年龄嘛，越年轻越好而你挣钱挣的多少跟男人又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谈恋爱也好，结婚也罢，女生的钱永远都是自己自由支配的呀，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而男人的钱呢却要拿来养家糊口的呀。当我们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工作吃了不少的苦经历了多少的辛酸事儿，等到现在我们也有房有车有事业了，那么的优秀你却找不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了。你还不如那些人家年轻的时候就摆烂了把恋爱娱乐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学习也不努力的女孩子，人家呢却早早的就找了个好对象人家也没有那么优秀，但是人家也有房子有车子了还有了个优秀的老公幸福的家庭。想到这儿你来不来气吗？你想想自己把大好的青春用在了变得更优秀上追逐成功，在恋爱的年纪里呢却在努力的奔波。现在呢一把年纪了，你想得到那份期盼的爱情真的已经太晚了。最后看一看，人生都已经过半了。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婚恋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一个女孩子，你优不优秀，蝴蝶都不一定来，而你年轻漂亮，那蝴蝶一定会来，真的是这样的，对吗？你信不信有的女生她天生就是被渣的命，就她那个择偶标准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好男人
93年的一个女生呢，我这找对象哈，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的物质资源啊，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第二点，还要找一个学历好的，精神世界富足的啊，能够引领自己成长的。第三点啊，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啊阳光帅气的，毕竟呢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的。第四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的。第五点呢，想找个愿意为他付出的啊，也就是呢能给他花钱啊，还得为他做饭啊、洗衣服、做家务啊，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男人。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有吗？啊，来，咱们评论区聊聊吧。我奉劝现在有些姑娘哈，千万不要再妄想着可以依靠婚姻去跨越阶层了，会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种创一代也好，富二代也好，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同学、朋友、夜店、KTV， 还有一些边缘行业里面，有的是大美女。只要是你是个普普通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如果再加上学历还一般般，经济上也不怎么独立的话，就算你长得再美丽，也最多成为一个被短择的对象。更何况啊，你如果还整过容啊，那就更别想这事儿了啊。他们这些人啊，见过太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后代的基因去开玩笑的啊。有的富二代在择偶的时候啊，根本由不得他自己，不管他有多喜欢你，最后还得跟父母过那一关。所以这些条件很好的男生，他们在找女朋友和结婚对象的时候标准根本不一样。找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只需要你年轻漂亮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们要找老婆，那就不仅仅是看年轻漂亮了，还会有很多附加的要求，比如学历啦、家境啦、工作环境啦等等都要看，最好是门当户对的姑娘。所以现在有些女孩想通过自己的颜值跨越阶层，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嫁了，真的很难很难。所以一个条件一般但是长相漂亮的姑娘一定要现实一点，找对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参考某位前男友去找。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啊，你可能对你的感情经历会有些误会，明白吗？最近有个女生啊，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啊，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两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啊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微醺的状态啊，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哈，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啊离开了。这一上车呀，女孩就倒在后座上哈，没说几句话呀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啊，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啊就有点复杂了哈，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说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哈，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女孩啊突然就有动静了啊，原来是要吐啊。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啊。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哎，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他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啊，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哈，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他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啊，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啊，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啊，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啊，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两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啊，后面问题就来了啊，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啊，男生啊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哈，让女生给他开门哈。女生啊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啊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哈，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啊，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啊，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在相亲这件事情里，
慢热的女生和主动的女生到底谁更吃香呢？29岁的北京男生哈，学历好，家境好，工作好，1.8米的个哈，属于比较抢手的那种男生。当时呢，他同时相了2个女生，觉得都不错，于是呢就分别跟这2个女生接触了2周多的时间。A 姑娘呢是典型的慢热型，回复信息呢都是2个小时起啊，约了2、3次她才愿意出来见面，从来不会主动发信息啊。几次约会消费完全是不掏钱的，她接受男生的礼物比较坦然，但没有任何的回馈。接送她上下班没有说过1次谢谢。男生问她大概谈多久觉得可以确定2个人的关系，姑娘说不一定啊，有感觉了就可以。所以啊，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让男生很茫然了。最后男生解读为这个姑娘对自己应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后来我问过这个 A 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居然说不是挺喜欢这个男生的，主要是不想太主动了，怕自己掉价，让男生看清自己。谈恋爱嘛，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反正我也是无语了。那这个 B 姑娘真的就不同了她认识男生之后经常都会主动发信息给男生，偶尔呢还会主动约男生出来爬个山看个电影在约会消费方面她也是大大方方的从来不让男生负责全部的开销。他俩在一起呢是互送礼物而不是他单方面的只接受男生的礼物，这让双方都没有什么负担，态度和三观都很契合，相处的就很舒服嘛。男生也问过 B 姑娘一个同样的问题问她相处多久才能确定关系人家的回答是1个月以上就可以如果我们相处的没问题，随时都可以确定关系。所以这位主动的女生直接秒杀了那位慢热的姑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诫一下那些慢热的姑娘们，如果你不是真的慢热，那在这个优秀的男生在被哄抢的时代里，你再那么慢热的话，好的都被别人抢走了，大家的眼睛都不瞎，对吗？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都说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真的也是没谁了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10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一结婚就有个娃了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都已经走到跟前了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我怕叫错人了我这一听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还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定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啊，这样的男生啊，他也没有什么心眼啊，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呀，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啊，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哈，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啊？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啊？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啊，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呀，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啊，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哈，一个30多岁的男人哈，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啊，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我在北京做红娘这么久了，我最怕的啊，就是那种大龄的单身剩女，特别是那种高学历、高收入，还特别自信的那种大龄单身剩女。你说这不啊？前几天呢，有一个87年的女孩嘛，其实她这个硬件条件还真是不错的啊。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高管啊，身高大概在1.65米左右，年收入也挺高的，100多万，硕士学历。身材长相都不错，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男人追求，也不知道怎么的啊，把自己带到现在了。如今呢，他到我这儿来啊，说希望我给他找一个啊，大概5岁以内的啊，大概大他5岁以内的，年薪在200万以上的，在北京呢得有房有车的男人。那我听到他说这个话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其实你这个需求这个条件呢，我可以帮你达到，但是离异的你能不能接受？哎，结果啊，他就跟我急了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让我一个还没有出阁的姑娘去嫁一个2婚的男人，87年的还说自己没出阁啊，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奇葩嘛？然后人家还跟我说啊，哎，我条件这么好，搞了半天，你这儿也没有什么优质男生。他正在跟我争执的时候啊，我们店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客人啊，96年的一个小美女就走过来了。她呢就跟这个87年的女孩这么说啊，她说姐姐，我是96年的，我呢也是硕士刚刚毕业，虽然说我赚的没有你多吧，但是我的要求比你低啊。我呢就希望对方有个稳定的工作，年薪30万左右，有一套房子就行啊，其他的呢我就不在意了。如果他暂时没有房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家有，正好我们家就我一个啊，我的嫁妆呢就是海淀的一套学区房，就是海淀的一套学区房。那你说这么优秀的男生是会选择我呢，还是会选你呢？这个87年的女孩一听啊，就翻了个白眼，就不说话了。其实我也很想啊，看一看啊，男人在这个选项里边，你们到底是会选这个87年的呢，还是会选这个96年的？一个33岁的大龄剩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还真的挺闹心的。她就是说吧，这个女生找对象，你要是啊在25、2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就赶紧的谈恋爱，不要总拖着了。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她说啊，女生挑来挑去，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自己做生意的，他家里呢是家族企业啊，条件很好，他人也挺能干的，就比自己大2岁，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特别想娶我。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啊，100多平的房子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啊，彩礼呢更不用说了，就以我们当地最高彩礼为标准，然后给你提辆50万的车，你愿意上班就上班啊，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啊。有了孩子呢，你愿意看你就看，你不愿意看呢，就让我妈看。我妈心又细啊，又贤惠，她喜欢带孙子。再说了，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啊。她看着孙子一高兴，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只要啊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可是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啊。说实话，可能呢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又太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大学的时候我谈过2个男朋友，都是那种条件很好也很优秀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呢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啊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那种对我又好又真诚，然后呢条件也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我就拒绝了人家。我一直就没有放下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而且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啊太年轻了，应该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再考虑结婚。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走走。到后来啊，大概过了2年，有一次我就回老家，他又联系我了啊，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的照片，问我这姑娘怎么样，让我帮她参谋一下。我仍然非常淡然地说，这女孩挺好的呀，你俩挺般配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呀。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还单着呢，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我还是愿意娶你的。这一次啊，我又拒绝了他。后来他结婚了，我呢还在相亲，遇到的男人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就算条件能够达到，但也没有他那股子真诚的劲儿了啊。有条件特别好的，似乎人家对我呢也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后来我就过了30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30岁真的是女人择偶的一个大坎儿啊。介绍的对象综合条件已经断崖式的下滑，要么就个子矮，要么就收入低，要么就长得丑啊，要么就是离异的。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他那种条件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龄剩男啊，奇葩的非常多。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2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真的想劝大家一句，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差不多啊就不要再挑了，就尽快的结婚。因为你越往后挑，你越会发现你可能既遇不到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你也遇不到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啊，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想来说一说。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呢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啊，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都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啊，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啊？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啊？她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房子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一个月才挣1-2万，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啊，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呢，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90后啊，还算年轻的吧？啊，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你是90后，但是啊，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对吗？那个才叫年轻呢。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都知道啊，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啊，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啊，真的谁说都不管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你们说对不对？
你去看一看啊，富人呢基本上不会娶美女的。大家觉得富人身边一定是美女如云啊，这确实没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富人的老婆，虽然没有特别丑的，但是基本上啊都是相貌平平，或者呢也就是中上颜值。但是这些女人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陪伴富人一起走过了那些吃苦的那段人生岁月的女人，要么就是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要么呢就是平民当中样貌、气质、性格和内在都很出众的女人。就是这第三种啊，是很多普通女人呐梦想着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原因。很多这样的女人起破了头也要来参与竞争。前不久啊，我这里就来了一个女孩，长得是挺漂亮的，一问她的择偶要求，我就觉得她不太可能。她说就想找一个让她直接财富自由的人，否则呀配不上她的颜值。我就问她，那你说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还是什么样的？她淡定地说啊，年入100万可能连大城市里边中产都达不到吧，至少存款都得过亿才可以。这种人呢，至少都是得开劳斯莱斯别墅1-2千平的那种，年龄多大我倒是不介意的。他看我面有难色啊，就说你这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有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他的标准，要不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男士沟通一下。于是呢，我就拨通了一位身家过亿的男士的电话，我把这个女孩的基本情况跟这个男士说完了之后啊，男士说美女谁不喜欢啊，但是要娶回家的女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她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长，长相这块我反而可以不需要太漂亮的。我京郊有2000平的别墅，还有4辆200万以上的车，然后我的年收入大概5000多万吧。漂亮的女人我不缺，我并不是说她的颜值不够，而是我没有看到她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长处，学历也不算高，受教育程度也不够，家庭背景也一般，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这样的女人呐，我一抓一大把，有的是啊。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几年呢？用几年的美貌想跟我换一辈子的财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太亏了？说实话，我要娶个老婆的话，这种类型的就不用给我介绍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人美心善，受教育程度高一些，有优良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对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一定帮助的女人。这个女孩听完啊，说哎，无所谓了，我有的是人追。那我就说啊，姑娘，你的美貌确实能引来很多人追求，这其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他们追求你不代表他们会娶你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富人都是很聪明的，他懂得一个女人要是娶错了，稍有不慎，一辈子的江山啊，可能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他们考虑的可没有你们那么简单，你们觉得呢？现在啊，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啊，适合结婚的女人呐，真的是很少的。你看啊，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啊事儿特别多啊，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啊，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啊，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呐，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有的男人真的是啊，生不如死，
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啊，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